，Action 吧！等一下啊，有点不习惯了，好久没拍视频了。3、2、1 ，Hello 大家，3、2、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太久不见了。今天是一期50问，因为也时隔很多年了。感觉是差了大家好多话要跟大家说，因为感觉我们中间有个断档嘛，然后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怎么就突然就断了。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第一个问题，最近几年突然很佛系，很少更新东西，什么时候恢复更新频率？现在就已经恢复了。对，大家其实也看得到后面这个样子，我们终于也算就是稳定下来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老是在处理一些现实上的问题，也不知道是咋了，也不知道是对。去年我是本命年，去年一整年加上今年的前半年一直在处理，全是生活上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今天还在床上躺着，我俩一睁眼就是过一会儿就会有突如其来的很多事情打乱，然后还都必须要处理。而且这种生活上的事情是那种让你不得不去处理它，不得不分散出你的精力去解决它。更新频率就是我们现在开始逐步的已经恢复更新了，至于频率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大家看拭目以待。第二个问题，还会直播吗？还能更新 vlog 吗？好想你们。会的啊，宝宝们，这个是会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直播断断续续的，包括我俩，有一搭没一搭的播。为什么呢？我说实话，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俩状态特别差。将近2年的时间，我俩的状态其实特别的差。去年加上一些我们生活的上面的琐碎，所以乱七八糟的，以至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给大家去播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俩的状态很影响，就是其实观感上面，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尽可能的开心一点，给大家抒发一些正能量。大家本身看我们的直播也是为了更轻松一点，而不想有太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调整过来。而且再一个是我们身体也不太好，因为我们直播有的时候其实像前几年的时候播到很晚，有的时候播到凌晨12点钟1点多，我们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作息。之前我们可能年轻嘛，就是我们俩熬的，可能我们底子比较那什么一点，然后熬着感觉就不太行了。然后现在对于我们俩而言，我觉得就是什么是第一位啊？健康第一位。所以我们就是想了一下，直播的话会给大家播，但是可能不会像很早之前似的。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说，怎么现在我刚打开手机你们就下播了？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不熬了。对，如果宝宝们以后想看我们直播的话，你可以稍微早一点。我们基本上就是8点多开播，可能最多播个10点多11点，我们睡得挺早的。现在，终究也是年纪上来了啊。在决定公开关系的时候，有没有过犹豫和担心？现在回头看，最想给还在犹豫的宝宝们说句什么呢？公开关系有没有犹豫？说实话没有犹豫，没有。我俩就是属于一上头了马上就要做。对，我们是冲锋型。对，我们是属于这种的，就是一上头了就根本不顾3七21就往上冲。对，因为当时公开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就是那么的有那么大家的关注，有那么多人的关注。对，我们2个公开直播是像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宣示一下就是跟刚在一起发朋友圈似的，对，朋友圈必须要有我。然后他还问了一下，就是给在犹豫要不要公开的宝宝们什么建议？建议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是对的人，我觉得就直接公开就好了。我的建议其实就是很直白，问问自己，你就是不公开的原因是什么？犹豫的原因是什么？把这个想清楚了，我觉得就是该公开就公开，但不能公开那也没办法。因为你想，每个人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各个方面可能都有可能导致，比如说不能公开或者公开的很快。如果这件事情就是你已经想清楚了、衡量好了，那该公开，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公开。但是我们2个一贯的态度就是不公开不代表人家2个不好啊，不公开肯定也有人家自己的理由，我觉得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啊，这是我们2个的态度，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和决定啊。完了，感觉真年纪大。OK， 下一个问题，怎么面对在一起的争吵或者疲惫？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疲惫感？会。怎么面对？人家说会有这种疲惫感。我们俩肯定是会，就我觉得大家在一段关系里相处时间长了，或多或少都会有疲惫感。你要说没有疲惫感，那绝对是假的。肯定是有。但这个疲惫感有了，你是要看你自身怎么去调节，然后双方2个人怎么去磨合，或者怎么去消化，把它消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比如说我们2个有疲惫感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呢？那就需要刘德凯告诉大家了。
我觉得我们的话，其实跟正常的两个人在一起其实差不多，就是比如说一年到头特别累了，然后呢，比如说感觉每天都在重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计划一下，对，稍微的打破一下，给自己一个3-5天出去玩一下。你像我们去年去了一趟 Lady Gaga 的演唱会，也算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小心愿。然后或者就是我们如果这段时间不允许，我们可能会不去很远的地方，但我们可能开车去一个，比如说叫什么北京以外的周边呀，或者我们去一个新的野餐一下呀，去新的饭店呀，去新的咖啡馆啊，然后体验呀，就是体验。就是疲惫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体验新的东西，可能是电影。就虽然老看电影，但你看的每一部新的电影，其实对于我们俩来说，它也是一个新的感觉，因为你看完了会有观后感，而且会有话题，对，会吐槽一下这个好看了还是那个不好看了。包括你像有的时候我们2个人在家的时候，经常都会找一个电影看，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恐怖电影。对，我俩特别爱看恐怖电影。我们俩有的时候坐在那儿找那个恐怖电影，因为现在看的太多了，然后就在那儿找的，哎呀，脑急的要命，就是要为了找一个好的看。对，一般的恐怖片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2个，我们要看那种特别恐怖的，极其恐怖的。还有什么消除疲惫感的？还有一些就是要等有些宝宝长大以后就可以去完成的事情。从我的高中看到大学毕业，是什么因素让你们感情保持这么久？本人没谈过恋爱，所以不太懂。保鲜的秘密啊，保鲜的秘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接回上个话题的最结尾那一段。第二个点，我觉得就是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然后共同去分担一些东西，彼此都能感觉得到的时候，这个感情就会长久。如果一段感情就是比如说单方面付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得不到回应也好，那不用谈什么保鲜这种东西，那长久不了，你只会觉得很累。反正我那天看了一段话吧，我觉得挺受用的，我也可以跟你讲，就是跟我讲，跟我讲，不是我说跟他讲过得比较好的感情，或者说比较长久的感情，2个人看起来很好很甜蜜的感情，一般是比较有秩序，就是这个感情里面是比较有秩序的，2个人知道共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这种秩序感啊。你们2个共同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慢慢就会产生2个人独有的那种秩序感。然后呢，这种秩序感和默契感是比如说别人代替了是做不到的。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跟郝宇在一起了，你说我知道自己怎么生活吗？我也知道。那如果换一个人还会和郝宇一样吗？完全不会。所以就是不可能，对，绝对不可能。有的时候习惯也好，包括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的舒适度也好，影响了你们2个人能走多远。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的保鲜秘诀吧。当然了，最重要的前提地基还是要相爱啊。对。不相爱的话，这个尊重，对，最重要的是尊重，我觉得是允许你自己做自己，允许别人做别人。对，现在2个人在一起这几年，经历各种杂乱的事情，心里的对方变成了怎样的存在？更坚定吧？对，怎样的存在？那肯定还是爱人。我觉得肯定还是说，如果以前是对象是男朋友的话，现在可能是老公。现在可能是啥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打个比方，如果说是阶梯的话，经历了这几年这么多的事情，2个人共同经历了这么多，那肯定是更上一层楼了。我身边很多我的朋友们都已经结婚了。对啊，那咱们2个现在和结婚也没有什么区别。的确，变成怎样的存在？很抽象。形容一个假设就是比喻一下也行。比喻不了，因为我说实话，比如说我为什么说坚固、坚定、更坚定、更坚固的原因，就是因为从开始到现在，你一直在我心里的位置没有变过。就之前可能，比如打比方，你可能在第一梯队，然后你是站着，我慢慢给了你一把椅子让你坐下。然后现在给了你一张床让你躺着，然后呢，我又给了你一床被子让你盖着，然后，对，这么坚定，我现在就可以躺着盖上被子，就是等着我就行了。这个很尖锐啊，这问题说到心坎上了。为什么更新频率这么慢？是没灵感吗？宝宝们啊，我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们其实不是说没灵感，是我们俩是属于那种
就感觉它就差点意思。然后你像那个我们第一视角那个 vlog 吧，我们那段我们其实也可以一直拍，但是没拍的原因就觉得感觉大家也看烦了、疲了，然后我们就是总想不出来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想给你们展现，包括说可能换一个拍摄手法。你别看我俩就是看起来特别的随便啊，我俩有点像那种就是强迫症。对，工作上你们能懂吗？就是对，在朋友有的时候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可能拍一半，我们不拍的朋友说咋了？说我们给我们朋友看刚才我们拍的东西，然后他们可能觉得没问题啊，我俩说不行，差一点意思。对，是差点意思。不对劲，然后就停了。首先是在工作上，对这个内容的要求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再一个，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更新慢的问题啊，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点招小人的体质。我们两个自始至终的愿望就是两个人稳稳当当的有一个小家，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这2年的确有成长啊，之前就是太多的坑了，良心为了梗，那种感觉。这个确实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俩反思过了，不是给我俩贴金啊，确实是因为我俩太善良了，就是不够心狠。比如说对有些事情也好，就是你别看我俩感觉挺有攻击性的，但实际上我们两个是比较温和的那种人，心很软，对，就是总是觉得就算了，就是别人伤害我，但是我躲着，我躲过去就算了，但是伤害是已经造成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俩到现在为止都还这么好。各个方面虽然有一些福报气，是福报。有些东西来了我们就经历，但是也不要灰心，也不要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其实不是的。我们俩学会的也是给一些年轻一点宝宝一些建议，就是我觉得该来的你就让他来了你消化，你接受，你去成长，你去解决，然后再遇到相同的问题，你可能会更好的能去把它处理掉。慢慢的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希望的就是不卑不亢，这是最好的状态。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宝宝们不要害怕犯错，因为你像如果我们回头看我们这几年的经历，其实我们犯了很多的错。如果我们要苛责自己责怪自己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理由去责怪自己，但是我觉得也责怪了，说实话，对，我责怪了，所以就状态不好。对，我觉得你少犯的任何一个错都不会成就今天的你。对，所以我觉得该踩的坑还是要踩的。对，如果你一直其实反而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年轻的时候多犯错是一件好事儿，这样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成熟。我觉得其实我们提前经历了这些不好的事情，反而是一件能够对，反而是福气。因为如果我不敢想让我30多岁、40岁，那可能会接受不了。对，前几十年我都活在温室里，然后突然一下，在人生来了一个特别重大的变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得住。我们两个这期50分是不是有点太老气了？就是不是太说的有点像在听书呀？对啊，大家会不会觉得无聊啊？对啊，会不会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因为太久没做50问了，跟上一次30问其实隔了太久了。这段时间我俩真的是太有变化了，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大家别觉得别觉得烦。因为包括我们确实也成长了挺多的。对，大家说什么心里话了这种。希望我们50岁的时候还可以再录一期50问，那肯定跟现在更不一样。大家别觉得我们在教育大家，在给大家上课啊，其实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是对，我们只是分享我们可能遇到这些问题会怎么做。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们走了这么久？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关心这个问题。前几个问题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围绕这个，是爱，对，是责任，是爱，是责任。我觉得概括的很好啊，就是这很简单了，是爱，是包容，是责任。因为前面其实讲的所有的东西就能概括这个问题。但是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那就去体会、体验。你有心，你就能体会得到。对，你如果觉得一个人不爱你了，你感觉到了，那就是他不够爱你。就像你坐在暖气片旁边，你怎么可能觉得冷？能懂吗，家人们？想知道你和凯凯有矛盾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如何维护感情的？有矛盾怎么解决问题？都是我去找他，我要找他，我要跟他聊天，我要开导他，我要把他情绪调整好，然后我们坐在那里，刘德凯才能跟我搭话，然后我们才能聊着聊着就好了。就是感情里边总要有一个人主动去说这些东西的，如果你们都要冷战不说这些东西，那就都拜拜啦。
我不是说不想解决，只是我有的时候比较没有关系啊，我已经是 OK 的。我是傲娇，刚在一起我不 OK， 我觉得凭什么？为什么每次都是我找，一次都不来找？后面我习惯了，我说行吧，无所谓的，反正解决就行了。但是我每次我也不记仇啊，我都不记仇的。那的确我是不记仇的款式。的确，在一起这么多年是怎么反复爱上对方的？没有反复爱，就是爱，就是一直爱，没有反复啊，就是只能说某个瞬间觉得，哎呀真好。我还以为你要说就是觉得有个某一个瞬间觉得不爱一下吧，这2天先不爱了。下一个问题，对方的免死金牌是什么？就是每每想起这件事儿就会消气原谅对方。你先说吧。免死金牌啊，那太多了。我先说吧。这刘德凯的免死金牌，我说实话，就在我心里就那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特别的像，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个瞬间，你就会觉得人特别的善良，就是他不是那种。他就要怎么地，好像坏透了。他不是坏透了，他就是善良，但是情商有点低。哎，每这个时候你们能懂吗？特可爱，然后拉倒吧，反正没有恶意，可以的，没问题。我情商低吗？你谁跟我说的呀？宝宝们，我说实话，我情商确实有点低。就是我们2个在一块儿，他面对我的时候情商有点低。因为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能控制得了我的情绪，所以我说能看得出来你在我身边还是很有安全感的，所以也挺好。你说吧。免死金牌啊，太多了。就是我觉得郝雨迪是一个说的很少做的很多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在这个视频直播里面特别能叭叭啊，但是他是一个做的非常多的人。就是你随便单拎出来几样，我觉得没几个人，除了我妈以外，真的没有几个人能早上起来给我做饭。我饿了的时候，我不管凌晨2、3点什么时候饿了，他都能给我去厨房给我煮饭。然后呢，生病了照顾我，然后永远万事以我优先，然后不管什么时候都尊重我的想法，尊重我的意见，哪怕是吵架，他也会去想，就是他会很认真的去思考我的每一个想法，就哪怕是那种非常针尖大小的那种想法，只要我说出来了，他就一定会去想着这件事，然后帮我实现它。很多吧，反正这就只是其中的一些。That's me。你是对我这样，还是对所有人？对你这样，要不要看吧情商有多低？想问一下，2个人谈了这么久，是不是爱情慢慢转化成亲情了？还会和从前一样会变吗？我谈了好几段感情都没有走到最后，导致不相信自己会遇到更好的，找不到婚姻的意义。我觉得我们2个在一块儿的这个时间当中，有那么一小段是我觉得有点转化成亲情了，但是最后其实是强掰回来了。李黎认为就是爱情就是爱情，亲情就是亲情，友情就是友情，这3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谈。不可以混为一谈，因为我只说我个人，大家听一听就好了，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因为我觉得亲情也好，爱情也好，友情也好，这3个位置是要坐住的，就是每一个人是要坐住到每一个身份上面。而我觉得就是如果比如说爱人变成了亲人，那爱人的位置就会空出来啊，在我这里是这样的。当然爱人跟亲人走到后期可能是同样的，但他依旧还是我的爱人，但是同样跟亲人一般重要，但是我不会给他扣一个亲人的。很多的家庭就是，那咱俩都现在就是跟亲人一样了，我还搞什么爱不爱的，老夫老妻了？我觉得这种话其实真的很伤人。即便是你们2个真的有亲人般的关系了以后，你也不能够去把他当成一个就是可以随便去，这不是停止你去爱的理由。对，随便想怎么样对人家怎么样对人家，然后觉得哎呀都这么长时间了无所谓了，他也这样，就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很错误的。人生就是亲情、爱情、友情，自己你空了哪一样其实都不是完整的。2个人分别回答，如果对方变成了一只相等大小的蟑螂，需要亲亲才能恢复，你会亲吗？我肯定会特别害怕，然后害怕的时候，但是我就知道是你的话，我一定会亲，一定会亲。我没办法，我真好了，太吓人了，1.8米的大蟑螂，谁不跑啊？谁不跑啊？宝宝，你1.8米，但是你终于你亲一下能把我救回来，这也要犹豫。
你怎么就能变成蟑螂呢？我没明白。人家就是假设呀，你什么东西都要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嘛。我养着你，别亲了，我就给你找个地方安置。我不想被养着，行吗？那就亲一下。话这么说，我变成蟑螂的第一天，他见到第一秒，那你掉头就跑。你别说我是好玉底了，他妈是什么都不行，他回头说不会的。那这个问题就和比如说给你1000万让你吃一口屎，你会不会吃？一样的道理啊。底线1斤1000万还是1颗1000万？咱们按斤来行不行？什么时候会觉得对方莫名其妙很可爱？什么时候？每时啊，刘凯起床的时候，因为他会往那儿一站，他的手啊就会这样，谁懂？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我有关节炎，我老是想要撑开，我觉得是不是我尿酸太高了？我真要戒奶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自己老不自知我做这个动作，但是真的挺奇怪的，很可爱啊，很可爱。那个时候都忘了，什么都忘了，他往那儿一站，觉得你很可爱吗？他特别认真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比如说他很认真在那儿做饭的时候，然后或者说他很认真在那儿剪视频的时候，他很认真看电视，然后他就非要过来弄我2下。对，就是因为觉得你可爱才想不，他不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就我在那儿干嘛呢？他就是这样。对，一定要处一下。你就看到，比如说你家小猫小狗特别可爱的时候，就是他趴在那在那睡觉，你非要把它抱起来摇醒。对，我就是这种破坏欲很强的人，你们懂吗？近期有什么小目标或者短期想法？近期有什么小目标？回归工作也该好好的发一下劲儿了。我俩要重出江湖。也该好好的工作了，这就是我俩的小目标。最近，而且我觉得大家真的说句实话，很想我们，因为前几年还好，这几年特别想有一个自己的家。前2年可能觉得，哎呀，以后再说吧，时间还长，怎么样。这一年遇到的太多的事情，都是可能跟房子。为什么我说实话，我们俩喜欢搬这儿搬那儿，虽然每次成本很大，当然我们也很清楚，但是我们就是咬着牙也要换，就是因为我说实话，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俩对于家就是太需要了。我们俩都是那种没有太多对家有安全感的人，所以一直在找，换到每一个房子、每一个地段、每一个小区，然后为什么每一次家里我们就是再怎么样，我们要好好布置的很温馨，然后怎么样也好，因为我们俩可能就需要这个。那如果需要，那我们就以后也不租了。拿下。我觉得第一总结的很好啊，我们两个是确实是很需要安全感的2个人。以前小啊没发现，现在复盘着，耶，这么爱搬家，弄了半天，不是说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下一个问题啊，这么多年会不会有很多讨厌对方的瞬间？是怎样调节情绪的呢？讨厌对方的瞬间也算不上讨厌，我觉得可能最恨得牙痒痒。我走了，恨得牙痒痒。你跟别人有一个家去吧。就是哇塞，就是我该怎么跟你们形容呢？就是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刘子凯的一些行为和举动，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爱恨是一体的，你爱的是多深，就恨的有多切。但这都不重要，这太正常了。就一段恋爱关系里啊，爱呀恨呀，偶尔的讨厌他呀，偶尔怎么这都太正常了，这太正常了，我觉得。对啊，你吃饭还有酸甜苦辣咸。对，就是如果你谈一段恋爱，其实里边全只是爱，全是都是特别美好的，那我说实话，我觉得有点无聊。我觉得不可能，这事偶尔有一些摩擦呀，或者你就是看他不顺眼，我觉得他也正常。对啊，或者你找朋友就是要吐槽2句，他也正常。而且看小说，有的人还专门看那种虐恋的，对不对？呀，我俩是没拍成小说，没记录下来。我跟大家大概形容一下，我俩这么长以来的整段恋爱是个什么节奏啊？就像你们看电影一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又乐得肚子疼，一会儿又哭得疯了，一会儿又特别平静，然后又撕心裂肺了，然后又兴高采烈了，反正就是过山车。对，就那样，我觉得也挺好。只是我们没有把生活上的鸡毛蒜皮都跟大家讲，对这种琐事啊，或者不好的事情啊、苦的事情都讲出来。
会不会觉得像养凯凯像养小孩子一样很可爱？哎呦我的妈呀，养小孩原来这样，蛮可爱的，也是一种不错的体验。会呀，当然会呀。其实我说呀，一会儿我觉得它特别可爱，一会儿恨得牙痒痒。但是也不能说我一直在养它吧，我觉得这东西是相互的，这东西全是两个人互相衬托起来的，也别老说是我好像他怎么他一样，也没有。真正的爱是什么？两个人都很包容对方吗？不知道，暂时的我不知道，就是真正的爱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在凭着感觉探索，你不一定非要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然后或者一定要朝那个方向去努力。或者你觉得你看到一对情侣很恩爱，你就要模仿或者去怎么样？你觉得那是真正的爱？这个东西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过程。你过程感觉到了，就像我说的，你如果坐在暖气边上，你感觉不到热，那我觉得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感觉到了热，你再去评判它，评判到你说我该不该坐在这个暖气边上，你就不用了，你就是感受到它的热度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你感受到的爱就是真正的爱，而且每一个人的感情经历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爱情的魅力。是这样，就是一个爱你的人，不管他懂不懂什么是爱，不管他是有没有接触过或者怎么样，起码你知道的是，他想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他会注意到所有你想要的细节，包括说，比如说你吃东西什么不爱吃，什么爱吃，你可能说一遍他就记住了，这东西不需要教。就像你对小狗小猫一样，你就喜欢它，你就想给它买特别好吃的东西，给它买小窝，给它买衣服，给它买这，它有说话吗？它没有说话，那你怎么会了？你都不会啊，你也会去查资料，它不会说话呀，你就上网查它为什么这样，它为什么这个情绪，它为什么又掉毛了，又不舒服了，或者立耳了，摇尾巴，什么意思？那不都是你查出来的吗？它告诉你的吗？不是。